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很多人做蛋黄粽子的时候，蛋黄直接包进去，不但不好吃不说，而且呢还有腥味。如何才能做出又香又沙又流油的蛋黄粽子呢？怎样煮粽子才能香甜软糯不漏米呢？今天就来给大家详细分享包蛋黄粽子的正确做法和煮粽子的技巧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首先我们把糯米先给它清洗一下，刚好盆子里面倒的糯米呢是3斤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糯米给它清洗2遍。我们糯米是一次性要给它洗干净，米洗干净一点，包出来粽子又白又亮。米总共淘洗了4遍，水变清之后，我们多加一点点的水没过米，浸泡2个小时。接下来把我们买回来的粽叶直接给它放在锅里面，加上适量的清水，先用水把它煮开，这样呢吃的比较安全。粽叶煮开之后，我们给它拉入清水中，再次给它清洗干净。吃的东西千万不要马虎。粽叶洗干净之后，放在篮中沥水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生的咸鸭蛋，直接用一个过滤网把咸鸭蛋蛋黄给它过滤下来。建议大家下面用一个干净的锅，这样呢蛋清也可以吃哦。全部打完之后，我们就像这样子，把蛋白用手给它撸一下，像这样给它撸得光光的，这样做出来的粽子特别完美。不然的话，做的粽子上面它有一层白白的。这个咸蛋黄也可以自己做，2天就可以完成，做的成本是特别的低。有想学的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下一期给大家做一期。像这样就可以，然后给它放在烤箱里面，稍微烤个3、4分钟就可以了，烤定个型就可以了哦。蛋黄烤好之后，先给它放在一边冷凉备用。所有的准备工作准备好之后，我们的米呢也已经泡了2个小时了。先把粽叶的尾巴给它剪掉，光面朝里，这个是光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像这样子给它叠成一个3角，然后往前一推，把这个3角看见没有，推成一个这样子折叠型的。这样折叠起来以后呢，这里面不管怎么样它就不会漏米。然后用手给它固定，然后给它放上2勺的米，再把我们烤好的蛋黄放在中间，再和满米。整理平整以后，我们用2个手把这个地方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往下压，再用手过来，这个角给它固定住，然后这个手也给它固定住。我们这2个角都固定住了，然后前面呢，我们给它叠过来，然后像这样子一捏，用手换过来，你看一下，我们这几个角全部都捏住了，捏得特别严实。像这样包出来的粽子不管你怎样煮，它都不会漏米。折叠起来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用这个手给它捏住，再用手捏紧，就像这样子，慢慢的往下面给它捆扎起来。捆扎完了以后，从这个地方用手给它捏住，然后拽住这个绳子，像这样子，我们的一个粽子就包好了。粽子煮熟以后，我们就像这样子拉住这一头，往前一拉，轻轻一拉就开了，特别的简单也不用着急解不开的问题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第2种包法，光面对光面，就像这样子，然后呢给它叠上一个桶，完了以后，我们呢在里面放米。喜欢吃蛋黄的，我们可以包蛋黄；喜欢吃腊肉的或者是腊肠的都可以，这要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包。然后我们把米给它整理平整，然后这边呢和这边我们都要给它用这个压一下，压完了以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样的角度你是不是能看得清楚一点？然后呢，
就像这样给它覆盖一下，然后再用手把这边的角和这边的角，你看都给它捏住。到了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呢给它对折，然后给它叠过来，像这样子，我们的一个四角阵就包好了。你看正正规规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像这样子给它绕几圈，绕紧实一点，多绕几圈，像这样比较结实。然后用手给它掏过来，从这个地方压住，然后呢，再用拉这个绳儿，一拉，像这样我们的一个粽子就包好了。做好之后，我们把大的给它放在锅的下面，因为大的呀它比较难煮。看看我们3斤米包了那么多，小的全都是白粽子，大的里面包的是蛋黄，然后再加上没过粽子的水，一定要多加一点点的水，因为我们这要煮好几个小时。然后盖住盖子，开大火先把粽子煮开，煮至微开时，我们给它转为小火。一直保持里面是微开的状态，小火煮3至6个小时。因为火大了就咕噜成一锅粥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用小火来煮，时间一定要煮够，时间煮不够，粽子就不联络也不好吃。我们现在煮了大概有将近2个小时，煮到这个时候，你假如说我们想给它放入冰箱里面，随时吃随时拿。我们呢就可以这个时候给它捞起来，直接给它冷凉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起来。到吃的时候啊，再给它煮一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的粽子全部都出锅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包一个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用手一扯绳子，马上就开了。像我们这样煮的粽子，非常的软糯。你看，我们拉粽叶，你就可以看得见，粽子还是非常的紧实。像这样的粽子越嚼越好吃。再来包一个，接下来我来切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软糯的，是非常的诱人哦。按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粽子啊，紧实好吃，并且呢，这个蛋黄啊特别的香，因为我们烤过了。这个蛋黄啊，又香又流油，特别的好吃。喜欢吃白糖的可以下点白糖，不喜欢吃白糖的就这样白吃也挺好吃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